如果我自己赖床了，或是中间拖延了，那我迟到，自己跟老师解释。但是没有读完圣经就不吃饭。看来您的这个父母啊，对您的教导真的是好像从胎教就开始把您带入到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啊。好啊，瑟文牧师啊，今天很开心啊，您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访谈。我知道您是牧师哈，做一个牧者，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他的信仰的经历都不是一下从小就可以马上成为一个想要为神献身的这么一个牧者的。那我想了解一下，在您的人生经历当中，您在小的时候，您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您的家庭背景里面有没有影响到您后来的真正的？好了，凯传及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仰的经过。我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我妈妈那边的话，到我这边我算是第5代的基督徒。那爸爸他是第1代基督徒，我的父母对我的信主的影响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是个人认为，首先就是他们都非常的认真的读圣经跟参与教会的活动跟侍奉。我的爸爸后来有成为教会的长老，那我的妈妈也在这个学生事工这个青少年的团契里面来做义工的当中来侍奉。那这对我的信仰的过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首先是就我们一定会稳定的每一天，小时候就被父母就会叫礼拜天就是一定不能赖床，一定要好好的去聚会。那每一天早上呢，从我还没有上学，还没有上小学开始，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圣经。读完圣经，然后才去刷牙洗脸吃饭，才出门上学，然后他们也才出门上班。所以如果我自己赖床了，或是中间拖延了，那我迟到，他说你自己跟老师解释。但是没有读完圣经就不吃饭不出门。看来您的这个父母啊，对您的教导真的是好像从胎教就开始把您带入到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啊。那是不是您在您的心中对这样的一种教导，或者说对他们的这种引领，您非常的认同呢？当然不是，一开始会觉得很被逼迫的感觉。如果我迟到，他们也会迟到，我就后来就会想说，这个父母为什么这么认真的这件事情，代表一定有他这个原因背后的原因在里面。那也这几年下来，我也就养成了这样习惯，也看重孩子。我觉得对我以后我看重上帝的话语是有很大帮助，在生活上面的每一个部分做决定都有，我都会去想到说，上帝话怎么说？我可以从上帝话那边拿到什么样的支持，拿到什么样的力量，拿到什么样的方向来帮助我去在我人生当中去做一些选择。那也就是说，父母对你的教导，你确确实实是觉得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在你的心里，而不是说就是敷衍了事，爸爸妈妈说什么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强迫着自己跟着他们的脚步去走，跟着他们的这种信仰去行。实际上呢，并不是我的信仰。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的。一开始的确是这种被逼的这种感觉，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不是真的心里面很开心的去做，甚至也像你讲的有打算有这种敷衍了事的这个企图，但是很快就被我爸妈发现，如果我念，他觉得你念的言不由衷，只是草草带过，停，从头再来，从头再念一遍，所以就学到说，那不如第一次就好好的念，而不是需要再从头来，那浪费更多的时间，更容易迟到，所以就养成了读圣经的时候就全神贯注的去读，然后不是只是有口无心小和尚念经，
而是每一句就会用心去读，而且读完都会有祷告。那从祷告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读进去。如果我祷告是我祷告了，跟我读的没有关系，我父母就知道我没有真的把它读进心里面去。所以这就是养成从小就养成这个读神的话，并且用祷告来回应神的话这样的一个习惯。看样子是爸爸妈妈真正的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真实的信仰把你领上了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哈。你现在当然是非常的，我相信啊，一定是非常的感恩爸爸妈妈带你走上这条路。但是在你的青春年华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反叛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反叛过你的父母，甚至反叛信仰、反叛上帝呢？的确有这个逆反期，我们叫这个逆反期。是的，在我升到初中1年级的时候，我就不干了。我就一方面用功课做，的确功课比较忙碌；另外一方面也真的很这个逆反的心理出来，觉得每一天被这样压着做，实在是很不开心。那加上那时候的确功课比较忙，要比较早到学校。我老师也非常的严格，这个迟到1分钟打1下，所以绝对不能迟到。会体罚呢？我们那时候还有体罚，对。那细节不多讲，反正我就是那个时候从初中1年级开始，我就没有再继续跟父母读这个圣经，要考试的嘛，要考高中的。那我自认我是非常认真在准备功课的，但是后来考的结果不是那么理想，我就对上帝很生气。然后有1年到高中1年，大概有整整1年的时间，我有跟着爸妈去礼拜天去教会聚会，但是呢，我礼拜这个团契的时间我就不去了，就是学生的团契我就不去了。有整整1年时间我都没有参加。那团契的辅导大哥哥呢，非常有爱心跟耐心的，每一个礼拜都打电话来邀请我。我总是找理由啊，这礼拜要温习功课，那礼拜要做什么，反正就是不去。那这样整整有那1年的时间，说白了就是我在跟上帝赌气。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帮助我，让我考上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所以我就在那1年当中，可以说是我信主当中过程中一个低潮。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